嘿，大家伙早喽！5月31号星期三，5月的最后一天啊，我的第二个训练日。昨天训练了，昨天第一个训练日21公里，只不过突然想试试，发一个生活类的视频，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，可以评论弹幕跟我分享一下。如果有兴趣，回头就时不时的发一期。这件背心儿 BTC 的官网上架了，我早上起来看的时候还是，货源还很充足，但是就是美国发货，可以发全球，也可以转运。原来买 Oregon 买这个，转运过无数次的东西，其实还是很保险的，就是时间长一点。看今儿拿了这么一水壶，这水壶都用了7、8年了，所以就磨损成这样了，但是质量很不错啊。那条短裤昨天这边下大雨，昨天的训练还是在雨中进行的，给洗了。今天穿了条没有兜的裤，只能拿着了。再来次通天阁吧。啊，又是这条路啊。哪天一定去做一次通天阁那个滑梯。昨天雨挺大的，昨天跑完湿得透透的，所以今天也穿了双平常不怎么穿的鞋。那这也是一双定制款的2代的 Vaporfly， 是用的最早 Nike 的那个织面的。明天6月1号了，开始聊聊夏训吧。一会儿换个视角咱们聊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说着说着就下起雨了，都下了好几公里了。大阪的雨水真的太充足了。说到夏训啊，就是我不认为每一种方法或者每一个课表都适合大多数人，真的不是的。都别说课表了，就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，你可能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没有一个东西能适应所有人。但是呢，面对夏训或者面对冬训，我的反思是，如果你对去年的夏训不满意，或者说你一直的训练没有给你带来进步，那如果你不改变，就永远不会有进步。变化都是由改变来带来的。你一天跑3公里，然后抱怨跑得慢或者心率高，然后一直这样跑下去，一直是这样。假设啊，当然肯定会有缓慢的进步。进步达不到预期呢，你就得想嘛，是跑得多了还是跑得少了？是跑得快了还是跑得慢了？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应该从这方面跟自己之前的训练比。这个月今天跑完，我应该是将近460公里。这一个月的收获是，我在尽可能的控制速度，多跑一些慢速的跑。带来的好处是，我觉得找到了一种新的感觉，就是找到了运动员那种训练的节奏。这个月我的强度课基本都放在第3天或者第4天，但是身体状态依然还不错，也没有因为前2天的慢跑而造成状态和能力的下降。而且好消息是，这一个月的体重管理做得很不错。如果你每天都像我原来那样的中强度训练，虽然那个时候一个月跑500公里，但是其实各方面的管理都不是太得心应手。而这样以后我会发现说，我可以再稍微多吃一点，然后之后呢，身体的恢复就会更快一点。同时呢，训练的就强度课的时候呢更有劲儿一点。虽然我还是早晨空腹做强度，但是因为前一天的午饭晚饭要比以前吃的更好一些。镜头上肯定有水了，大家抱歉啊。
今天就是抛砖引玉，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建议，不管您是训练还是锻炼，都可以试试。就只要您是跑步，哪怕您是快走的锻炼，也可以试试。就是变速，说的学名一点，就是法特莱克。这种是很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适应的一种训练，或者是一种锻炼。它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尤其是对初跑者或者刚入门的小伙伴们，因为无论是初跑者还是能力没达到的小伙伴，或者是锻炼的人群，你让大家跑速度耐力、跑间歇都不太现实。实话实说，如果你的速度耐力跑不到8公里、12公里以上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，在马拉松层面。而你跑5公里、6公里的速度耐力，还不如跑变速。而且变速也不需要像我一样，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课表，然后怎么样用手表去提醒休息的间隔等等都不需要。你就比方像我现在这样慢跑，然后你看，哎，前面有一红绿灯或者前面有棵树，你说走，咱们加速，您就加起来了。然后你就目标是那儿，跑到那儿以后呢，你就减速。比方说咱们跑到前面，那个自行车穿绿衣服那人左手有一个电线杆，你也不用太长，长短其实都是你自己控制。你看到这儿，哎，我就减速，再慢跑就完了。这种呢不挑路，你在公路上也行，公园里也行，跑道上也行。唯一就是跑步机可能不行，对吧？跑步机自驱动那种可以。所以这种就挺有意思的。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像慢跑的时间长了或者怎么样，你可以在1周找一次做一做。怎么评估呢？就是快的部分大概占今天这一场训练的1多半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你想，你同样是跑5公里，以前是一个匀速，比方说430，现在呢变成一部分时候是445，一部分时候呢是410，这样会让你越跑越快的。而且你的基础耐力会比匀速跑短距离要提升的快。如果你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时间跑中长距离的话，这样跑一跑呢，你会发现说很快你的匀速的跑步的5公里就不能满足你了，你会不自觉的就会变到8公里。因为现在我跟大家说5公里不行，要跑8公里，很多人会很艰难的。看前面又是那个跑团在活动，他们老在这儿集合活动。那天好像是他们的创立日吧，还合影来着，不知道啊。行吧，跟大家分享这么个不成熟的小观点，可以试一试。甚至1多半这都不用听我的，你就随便。说白了就是你只要跑得比不跑强，可以先试试这样。下个月我的计划就是会多增加变速跑，并且还会贯彻现在的这个逻辑，就是前2天的长距离或者对我来说的中长距离继续变成轻松跑，然后把强度课呢频率增加，强度增加。这就是我下个月的计划，争取下个月能够到达480公里，或者理想一点可以到达500公里。你们看我跑
400以上，已经跑了3年了，跑500公里跑了1年了，我才开始考虑做分化的这种训练，才改变课程的这个安排。之前就是每天都匀速，偶尔跑个强度。所以马拉松真的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很多事儿都是由于不断的小改变和小修正，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。无论是生活、工作还是训练，都是的。这3样相信大家都能理解，很少有说一夜之间就怎么着了，几乎没有。那为了一个黎明，可能有多少无数的黑夜，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，对吧？哪有什么所谓的岁月静好？加油干，加油干！雨下大了。5月31号星期三清晨6点58，训练结束啊。第2个训练日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1小时40，还是先慢后快。最后有几组相对的快一些，有几公里。平均配速4分46，心率141，步频199，还行哈。这雨下的，而且今天这个鞋，你看大家看是这种定式款。确实是穿不惯这种鞋面了，这个鞋尖儿相对有点挤脚，右脚大拇指跟食指中间磨泡了，12、3公里就磨泡了，就一直这么跑下来的。这就是其实我也疼，谁受伤或者说不舒服了都不舒服，只不过就是跑得多了，不觉得了，习惯了而已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法特莱克，或者说是一时兴起的变速跑，大家真的不妨试一试。无论是看好一个路口，还是看好一个红绿灯，或者公园里的一个标志物，都可以。就是一定记得注意安全。就是你选择的这个快的这一段的时候，一定尽量避免从一个路口直接冲出去。这样的话，就算你是遵守交通规则的，万一赶上对方走神了也麻烦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种跑为什么推荐大家呢？就是远近快慢都可以，你可以随时慢，也可以随时快，试一试。主要推荐给初跑者，或者说没有做过强度课训练的小伙伴们。如果您已经非常有基础，比方说您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，那就忽略我的这些话，因为这些路您应该已经都走过，是吧？行，那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那咱们加油干，明儿见。